朋友们，这期内容如果你真的听懂了、悟透了，那生活中的一切负面情绪和困扰，就都不再能对你产生影响。我会通过这个视频呢，把内观或者说自我观察的具体步骤，详尽的总结和讲解给你听，而剩下的就需要你去对照着自己从视频当中获得的体悟，再重新回归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一次次的验证和修炼了。记住，凡是没有经过你自身体验和验证的真理，都不是你自己的真理。如果你可以做到边听边悟，边悟边行，然后在行中再去悟，悟了再回来听，那么你才算是真正的找到了打开我所做的内容的正确方式。我的内容呢，才有可能成为你修行道路上的机缘和助力。明白了吗？这期视频呢有点长，但是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我相信通过对内观心法的坚持修炼，通过不断观察自己的情绪、念头、习气，以及种种在不同生活情境之下的自动化反应模式，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觉知力会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它会帮助你破掉那些总是困住你的迷茫和执着，一点点地化解掉你的业力纠缠，逐渐让你的内在能量场域发生改变，从而一步步地让积压在你体内的负面低频的能量完成转化。内观也可以让你看到很多事情背后的真相，让你逐渐脱离对外在世界的攀援。这种安静、耐心而又深刻的自我观察，会让你慢慢地从一个无意识的提线木偶重新回归自由，回归本来，回归自在，回到当下。好，我们之前呢说过，当你开始不断升起某个执念的时候，与之相对应的能量波就会开始叠加。在量子的世界里，这就被称作量子纠缠。其实微观粒子的纠缠和运动呢，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条条震动着的能量波不断相互叠加的过程。而一旦纠缠开始发生，就有了成像的可能。一旦成像，这就叫做缘起；一旦这个相消失，那就是缘灭。而我们每个人则都会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之下发生特定的自动化反应，也就是产生特定的起心动念。这些自动化的起心动念反应机制，就是佛家所讲的业力。所以量子纠缠的本质就是业力纠缠。当然，我讲这些并不是为了要给大家做科普，或者和大家一起来研究宗教。其实不管是科学还是宗教，它们最终都只能是我们实修和开悟路上的助力和工具，它们最终都只能是为我们所用。如果它们不能最终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它对我们来说就都是浮云。所以想要真正获得觉悟和提升，就一定离不开如何做。而佛家对于我们这些在业力纠缠之下受折磨的凡夫俗子呢，所给出的具体修行方案就是内观。接下来呢，我就把儒释道三家对于内观，也就是自我观察的教导当中交汇和相通的部分呢，尽量用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听懂的话，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在什么样的生活情境下去进行内观？换句话说，就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才需要去进行自我观察呢？比如我现在的状态是安静、愉悦、平和的，那么我需要在此刻进行自我观察吗？答案是当然不需要，因为脱离了习气和执念的本自具足的那个你，本来就应该是以这样的状态存在的，不是吗？在这样的状态下，说明你已经活在当下了，至少你暂时是如此的。那么你就继续全然的去体验和安住在这个当下的状态就好了，继续全然的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让自己随时进入冥想，去和觉知待一会儿，继续去体验和保持这种全然的安静。但是此时你并不需要去内观，
因为你已经以自由意志的身份临在当下了。此时你是安静的，你已经出离了头脑的习惯和执念，你的体内也并没有负面情绪的能量流动。这个观察的对象此时并没有出现，就好比是猎物并没有出现，那猎人要去追踪和观察什么呢？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到底要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去进行内观呢？或者说，当我们处在哪些情况之下，才最需要去进行内观呢？答案就是，当你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已经又一次地陷入到了负面情绪的痛苦之中时，或者在情绪的支配下疯狂造业时，这些当你被困在负面情绪中的短暂意识清醒的宝贵瞬间，恰恰就是你用内观修行化解业力纠缠、获得顿悟的最佳时机。好，接下来我把如何进行内观分为几个重要的步骤。首先，当你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在陷入负面情绪，准备要开始进行自我观察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件事，或者说进入到一种状态，那就是接纳一切的发生。只有接纳一切的发生，你才能臣服于当下，而只有在当下，真正的内观才有可能发生。那你究竟要接纳什么发生呢？那就是你要接纳自己刚才又一次的陷入到了负面情绪之中，你要接纳自己又一次的失控，又一次的进入到了无意识的造作之中。你要首先做到全然的允许和接纳它们的发生，这是内观可以开始的前提。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了，我就是做不到接纳它们的发生，怎么办呢？那你就接纳你的不接纳，允许你的不接纳，而你的这个不接纳恰恰就是你要观察的对象。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接纳的能力，不是吗？那么什么叫做全然的接纳和允许呢？就是没有一丝的评判，不加一丁点的意思进去。这里有一个心法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当你在负面情绪之中获得了一个自我观察的机会时，赶紧告诉自己，我看到我自己又陷入到某种负面情绪之中了，我允许我自己如此。注意，到此为止，不需要有任何其他内容和动作了。整个过程的关键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丝的头脑评判，这就像是一个狩猎与被狩猎的过程。一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头脑产生出了任何的评判，那么你就成为了那个把自己暴露在捕猎者面前的猎物，你会马上再次被这个强大的业力系统所捕获，你的这点宝贵的自由意志会再次被它吃掉。这就意味着你又一次的失去了意识，你又重新成为了执念本身，你又重新回到了痛苦的情绪中。这也意味着你的这个宝贵的观察时机也随之转瞬即逝了。好，如果你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步，全然地允许和接纳一切的发生，那么现在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了，那就是识别当下正在你体内流动着的情绪。注意，之所以我用了流动着来形容我们的情绪，是因为情绪的本质就是一股在我们体内流动着的能量。每一次你在业力机制下所产生的头脑执念，其实都是一次你体内能量产生和流动的开始。当这些能量开始在你的体内汇聚，并且汹涌流动的时候，你就已经陷入了无意识，你就已经被情绪支配了。那么现在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首先要准确地识别出此时此刻到底是哪一种情绪正在支配着你。具体的做法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精确的识别，并且准确地叫出这种情绪的名字。此时你就仿佛是正在通过一台显微镜来让这股正在控制着你的能量现出真身。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给情绪点名的环节，因为能不能精准地找到正在你体内流动着的情绪，就决定了你接下来的内观工作是否可以顺利和成功地完成。有些人之所以很难让自己从情绪中走出来，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准确地看见过、
困住自己的到底是哪一种情绪？那这样又如何去观察藏在情绪背后的起心动念呢？好，说到这里，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你究竟都知道哪些经常支配自己的负面情绪的名字，以及它们所对应的身体感受呢？比如恐惧、焦虑、烦躁不安、担忧、抑郁、悲伤、愤怒、嫉妒、自卑、低落、紧张、难过、沮丧、寂寞、无聊、空虚、悲观、羞愧、自责、怨恨、懊恼、失望、落寞、悲凉等等等等。试问，如果你正在被以上的某种负面情绪所支配的时候，当你通过提起觉知获得了短暂的自我观察的时机，你能马上在那个当下准确地说出是哪种情绪正在你的体内流动吗？如果你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个动作，那么我建议你从今天就开始，不要放过任何一丝的情绪，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对它们的出现保持警觉，保有觉知。好，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在完成了对情绪的扫描和识别以后，去找到藏在它们背后的你的头脑执念，然后以全然接纳和允许的态度，去直面和观察它。这些躲藏在你情绪背后的念头呢，在我们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的标准之下，很有可能会显得不堪龌龊，甚至还有一些邪恶。所以，全然的允许和接纳自己头脑里那些真实出现的念头，在此时就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了。你要允许这些念头在你的头脑里出现，不要去分析它们，不要去问为什么，不要去评价，更不要去打压控制，你只是默默地观察。只要你给它们一个存在的空间，完全不去介入和打扰，那它们就会自然地流经。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和你的头脑拉开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的距离。有了这个距离，真正的自我观察才会发生。你千万不要认为你的头脑里面不应该产生出那些负面的念头。就连六祖慧能都说过，慧能没伎俩，不断摆思想，也就是从来都不去试着斩断头脑里的念头。你看禅宗祖师都做不到，你又怎么能做到呢？我们既然无法改变自己已经被注入的业力，以及基因、遗传、生活环境等等这些既定的条件和因素，那么就请你坦然平静地接受现实吧。你不断自动化的胡思乱想，就是你要去化解的纠缠和业力功课。如果你没有这些功课，那才不正常呢。所以不要害怕自己会产生出这些让自己无法容忍和接受的念头，不要去因此分析和评判自己。你越这样对自己，你就越无法接纳当下，你越抗拒当下，内观就越不能达成。你只需要以觉知去留意到念头的出现和存在即可。只要念头是保持在你意识觉知的关照之下，那么你就不会成为它们，因为你只能在它们之外的某个地方才能看见它们，不是吗？这就是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所谓你没有看见你，所以你还是你。你看见你了，你就不再是你了。一旦你意识到原来念头只是个念头，它并不是事实，也不是你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个念头就再也无法勾住你，再也无法影响你了。你就真正的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在生命层面的更高维的视角。这就是佛家所讲的离苦得乐，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此时你就成为了那个你自己的观察者，而这个观察者才是真正的你，是自由意志，视觉本身。不管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天道所赋予它的功能就是觉知。从本质上看，我们说的觉知力其实就是你看见你头脑念头的一种能力。需要注意的是，
很多人的内观只是停留在看到情绪在体内流动，看到了自己在情绪支配下的无意识造作行为，但却并没有做到去真诚地找到并且直面藏在情绪背后的执念，以及让你产生这些执念的业力反应机制。这就是很多人无法完成内观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像是你身体不舒服了，你虽然可以清楚地知道你具体是如何的不舒服，但是真正导致你不舒服的原因你却还没有找到，这样你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治本，也无法从根本上去化解掉这个不舒服。虽然这些头脑里的思维活动可以敏捷和狡猾到足以让你完全无法留意到它们的存在，让你会认为明明就只有情绪，明明我什么都没有想，明明这个场景发生了以后，我立刻就陷入到了情绪之中了。错了，一个被掩盖的真相，就是你在第一时间，在那个当下发生的一刹那，你的头脑、你的习惯、你的习气早已经先于你的觉知而动了。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活动只需要一瞬间，就可以在你的头脑里完成。它可以快到让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对当下的发生有所思考、有所评判。而此时，一旦这个思维活动是在你的觉知之外，那么它就会让你以为它就是你，它就会让你不自觉地认同。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你会被由这一念所转化而来的情绪能量支配和控制。有人可能听到这里就会问了，我已经在情绪中很努力地进行内观了，但是我就是无法观察到藏在情绪背后的念头，这该怎么办呢？别着急，我再提供给大家一个十分有用的心法，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台识别执念的雷达。在运用这个方法之前呢，首先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念头机制呢，从本质上看都是在围绕着一个我，或者说维护着一个我。你的执念呢，要么是害怕担心这个我的价值和利益受到损失或者贬低，要么就是为了保护和争取这个我的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所有的思维机制都无外乎以上的这两种。比如我害怕什么什么，我担心什么什么，我希望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不想怎样，我比谁如何，我损失了什么，我会不会失去什么等等。如果最后你没有观察到这些我，那就说明你的内观还不够深刻，或者说你的内观并没有真正的达成。记住，只要你沿着这条核心的路径和方向去观，那么你就一定不会跑偏。你会发现，找到自己情绪背后的执念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通过深刻的自我观察，你看到了在你愤怒、烦躁或者失望等等情绪的背后，其实是你想要改变和纠正他人的执念。但是观察到这里还不够深刻，为什么你要执着于改变和纠正他人呢？我们再继续沿着刚才的轨迹，把雷达识别目标的焦点聚集在那个我上，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一开始就有一个我，而这个我带着自己对关系的完美理想，然后自动化地把一个完美关系的标准呢，投射到了自己的孩子、父母、爱人、朋友、同事，甚至合作伙伴的身上。其实正是这个我对自己理想关系的期待，才让你的头脑产生出了种种对他人的评判、定义和不满，于是你才有了想要去纠正、改变他人的执念，不是吗？其实这个执念的本质，难道不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伴侣、什么样的朋友，或者什么样的同事吗？这骨子里还是那个我的标准和需求，与他人的生命无关，与爱无关。到这里呢，藏在你愤怒、烦躁和失望情绪背后的那个执念，那个我，就被你观察到了。当你觉知到它的那一刻，你就和它剥离了，你的意识就回来了，你也就在当下从负面情绪中得到了解脱。好，
这只是最简单的在情绪之下的自我观察。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好多种不同的情绪，并且在每一次的情绪背后都隐藏着某种特定的执念，每个执念都对应着一个或者几个我。这些我要么就是对失去的恐惧、愤怒和担忧，要么就是在争取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持之以恒的自我观察，去在每一次的情绪沦陷当中，把这些执念、把这些我都一一的觉察到。当然，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是凡夫俗子，不是佛陀，也不是慧能，我们都不可能做到一听就悟，然后呢，悟了马上就能知行合一。所以对每一个普通人才会有观自在和实修的这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拥有一个真正的体验者和修行者的完美心态，那就是即使在一开始我的内观失败了，比如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去助念、去评判了，又一次被念头抓住了、带走了，又一次因此而陷入到情绪了，没关系，告诉自己这很正常，这是在内观和实修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的情况，接纳就好。无论是什么样的念头、什么样的评判、什么样的情绪，我都接纳。退一步来说，即便我连对此的接纳都失败了，我产生了抗拒，那也别着急，依然没有关系。试着去接纳你的不接纳，这样你就又一次重新的回到了接纳。记住，越抗拒，内在就越拉扯，越消耗。在抗拒当下发生的过程中，你内在能量场域的频率就会很快的掉下来。如此一来，你的头脑世界所吸引创造出来的剧情，也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就会越负面、越糟糕、越恐怖。好，当我们做到了安静不介入的观察到头脑里的执念和自动化思维反应后，这一瞬间你是完全平静的。在这个时候，你的意识回来了，因为你从一个痛苦的思考者，变成了你可以觉知到有一个你正在思考。在这时候你就不再是你了，因为之前的那个你，也就是那个痛苦的思考者，在这时候正在被你观察呢，不是吗？你从思考者本身变成了一个观察思考者的观察者。你看，在一个更高级的维度，一个可以觉知到我在思考的我出现了。当你成为了我的观察者，这就是你超越头脑、超越思维、跳出二元对立的具体体现。而当你的生命中开始不断地出现这种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正在走向觉醒的人。我们不需要给觉醒这个词赋予那么多高深玄妙的定义。觉醒其实很简单，很纯粹，就是提起了觉，从头脑的虚妄中醒来，仅此而已。我其实一直都在告诉你怎么做，是你觉得太简单，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去做罢了。因为你觉得看见了却什么都不做，那怎么行呢？一定得做点什么才踏实。比如必须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直到最后符合了你认同的道理才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惯性。一旦你去分析、去解决，这就意味着你得先评判出个是非对错、优良好坏。但是这就又陷入了习惯，陷入到了二元对立。只要是二元对立的，就是思维的；只要是思维的，就是头脑的。你好不容易从头脑中出来了一下，但是头脑却不会轻易放过你，马上就又一次重新陷入了头脑惯性，马上又一次的失去了意识，但是你却不自知。事实上，你的那些执念根本就不需要你去解决、去分析和解决执念，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妄念。执念只需要被你看见，被你觉知。你觉知和观察执念的过程，就是你的意识升起的过程。用王阳明的话说，
这就是你在破习气治良知的过程。王阳明早就告诉我们了，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只管去做一件事，那就是处理你的社会习气，处理你的自动化反应。没错，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是观的过程。你从习气和惯性中出来，这自然就是在治良知了。然后良知也自然会指引你，自然会让你知道。好，当我们安静地观察到情绪背后的执念，作为一个观察者临在当下以后，接下来要如何做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把感觉重新拉回你的身体，或者说让你的注意力和你的身体在一起保持一段时间。为何我要强调和身体在一起呢？因为只有你的身体永远都是处于当下的。你见过思维在当下而身体却跑到过去未来的吗？所以如果你的注意力是停留在身体之上的，那你就是活在当下了，你就一定是和头脑剥离的。和头脑剥离了，就是跳出了思维，就是放下了执念。好，那如何才能把注意力停留在你的身体之上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呼吸，因为呼吸在身体的内部发生，并且呼吸是动态的。只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呼吸上，并且全然的让意识跟随着你的呼吸，那你就是和身体待在一起了，你就是安住在当下了。其实观呼吸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冥想。当你成功的从猛烈的负面情绪之中完成了一次内观，完成了一次抽离，并再次安住于身体以后，你就会发现刚才还在痛苦烦躁的你，此刻已经重新回归了平静。这是因为你在即将失控的时候，及时踩下了那一脚关键的刹车，而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握和珍惜这份平静，继续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就叫行所当行。你至少可以去做几件让自己立马高兴起来，调整频率，提升状态的事。如果一个人他可以随时主动地掌管自己注意力的焦点，那么这个人就是解脱的，就是把人生真正活到了丰盛鲜活与自由的生命层面。你能在平时的生活中一次次地做到，当无常到来时，当情绪升起时，在第一时间无条件地接纳一切当下的发生，并且你可以马上让自己通过内观重新提起觉知，重新回归于意识，重新进入到正面的状态。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这就是真正的在世上练，这就是真正的实修。那当你开始真正的实修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直以来在无形中影响和控制着你的种种的自动化反应模式呢，开始逐渐的发生转化了。你在业力纠缠之下进行的各种无意识的行为，也正在不知不觉地减少甚至消失。一个可以持续通过内观，让自己随时从头脑的惯性中解放出来，重新提起觉知的人，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刻意的声明和强调自己正在修行这件事，因为在一段时间以后，他一定会从身边的家人朋友嘴里得知自己神奇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因为持续不断的内观练习，让你意识能量的自由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就让你整个内在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悄悄地改变了，或者说变强变高了。你体内曾经的那些以很低频率振动着的负面能量，比如紧张、焦虑、自卑、恐惧、低落等等，随着你一次次的内观，它们最终都被一点点地转化为了你的意识。于是你之前已经根深蒂固的自动化反应模式呢，就逐渐地被你化解掉了。这才是对于业力真正的化解和消除。而很多人认知当中的诸如烧香、供奉、跪拜等等这些试图去化解自己业力纠缠的做法呢，只能说是佛家对于凡夫俗子们所说的一种善巧。
如果它们真的可以化解你的业力，就意味着行善和作恶之间可以进行交易，可以人为的去达到某种平衡。这样的话，因果法则就不是天定的，而是人定的，那还谈什么天道呢？而真正的修行应该是在业力发生的时候，看到业力，接受业力；在因果显现的时候，看见因果，接受因果；在你认同头脑的时候，跳出头脑；在你无意识的时候，提起觉知。而这些只有通过内观才可以实现。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你每一次在情绪之下的内观，都是给自己在惯性之下的无意识反应踩下了一脚刹车。正是这一脚接一脚的刹车，把你从失控的继续造业当中一次次地拉了回来。我们总是听人说要化悲痛为力量，化仇恨为动力。其实这些话并不只是空洞的口号，它们完全可以通过内观来实现。对诸如悲痛、仇恨、愤怒、嫉妒等等这些负面能量，以及生出他们的思维机制的观察，就是你最终转化这些负面能量的秘密武器。正如我昨天所讲的，并不是说你想拥有什么，想变成什么，就能拥有和变成什么。这种不断的向外索求、向外抓取，对现实当下选择逃避和不接纳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一种匮乏、贪婪和软弱，而与它们相对应的能量振动频率也一定都是消极的、低频的。即使这些头脑制造出来的短暂的幻想和信念，会给你带来一些兴奋和动力，但是也只能支撑很短的时间。你一旦迷失在这些头脑思维的幻想当中，那么今后你每一次和现实的交汇，对你来说就都有可能变成一次沉痛的打击，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接受过此刻当下，你一直都活在对未来的期待中，不是吗？只有你通过内观去跳出自动化反应，去彻底地改变你的思维机制，从而最终让你的内在能量场域的整体振动频率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才会逐渐地开始吸引到有着相同或者类似振动频率的新的人事物。这就是所谓的对潜意识的重塑，这就是改变头脑的思维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你的能量层级。而这一切的结果，则完全取决于你能不能随时提起觉知，随时进行内观。一个内在拥有强大的高振频能量场域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自己安住在此刻当下，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自己进入到内观和冥想状态之中的。大家或许没有意识到，其实各种静态动态的冥想站桩等等，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也都是在观自在。不管是观察自己的呼吸，观察自己的身体感受，还是观察自己头脑中的念头，亦或者是观察一个你从来都不曾仔细留意过的物体和现象，又或者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定守在某一个地方，有一点一定是共同的，那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全然对当下保有觉知的，是完全出离了头脑，与思维解绑的。只要在整个过程中，你是在思维之外的某个地方安静的觉，安静的观，那么你就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修行了。虽然有很多人都在告诉你，修行就是要放下执念，但是很奇怪，他们几乎都说不清到底要如何才能放下执念。于是人们就都在用认知、用理性、用各种大道理去说服和强迫自己放下执念。可结果呢，往往都是挣扎了一辈子，最终也没有把执念给放下。事实上，如果脱离了通过内观去提炼意识、提炼专注力，只是去空谈放下，那么放下执念这4个字就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执念。所有的执念都是你深深的业力，这是刻在基因深处的东西，你哪能如此轻易地说放就放呢？
执念只应该被接纳、被允许、被觉知、被观察，而不是去评判、去对抗、去拿起或者放下。不管你愿不愿意，执念早就已经在那里了。当你对自己说要放下执念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你已经拿起执念。你带着这个执念修行，就注定还是在头脑里修行，那可不是真正的修行。修行的最高境界不是没有执念，也不是放下执念，而是念过无痕，任它念来念往，我自如如不动。我们并不是要通过修行把这个业力和执念之身给消灭掉，而是要通过修行从这个业力和执念之身中获得力量，并且最终解脱出来，然后平静而又慈悲地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去看见、去接纳、去观察一切的执念。记住，我们每一次成功的内观，都是在把自己一部分曾经的错误投入，从你的身体、头脑和情绪之中转移到你的存在。最后，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并不是完全没有了执念，而是他在执念升起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提起了觉知，同步解脱了。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